嗨，大家好，我是住家 Emily。你跟我一样是重度的选择障碍患者吗？选好了要去的国家，却不知道要去哪一个城市呢？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就是要帮助你做出选择哦。今天这支影片就是要来帮各位分析英国的热门游学城市。我们会从最多学生考量的生活消费、治安、交通便利性、天气，还有华人比例去做分析。但是在影片开始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有可能会有一个城市没有办法100%符合你的需求，所以你也可以在心中先排名下，哪一个点是你最重视的，而哪一个点是你可以舍弃的呢？这样才能更快速的帮你做出最佳的选择哦。那我们就开始吧。想出国游学，但却不知道怎么开始。每年我们自助家都会实地整理当年度热门游学国家，出一本超实用的自助家游学杂志，从各国家语言学校、教学风格、课程类型、食衣住行娱乐都帮你整理好了。里面还有各种留游学攻略，从行前准备、热门学校推荐到住宿跟打工面试的小技巧，通通都有，帮你轻松规划最适合自己的游学之路。这是免费限量的实体杂志，资讯栏有索取方式，记得点进去看看哟。英国热门游学城市与位置。我们今天会提到的英国热门游学城市有伦敦、布莱顿、牛津、剑桥、曼彻斯特、利物浦，还有爱丁堡。先带大家认识一下英国这个国家的组成。英国本身是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还有北爱尔兰所组成。那我们今天要介绍城市大多都分布在英格兰还有苏格兰。伦敦是英国的首都，也毫无疑问的是最多人选择去游学的城市。这里有着全世界最多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同时也是拥有最多语言学校的城市。在这里无国籍边界，在路上就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食物更是多元。如果想家的话，完全不用怕找不到珍珠奶茶哦。比较常听到的知名景点有伦敦眼、伦敦铁桥、白金汉宫，还有大英博物馆。布莱顿位于伦敦的南方，从伦敦坐火车只要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是许多英国当地人的周末度假胜地。这个城市小巧又有着清新的氛围，这里充满各种文青风的独立书店、咖啡厅、彩色小屋等等，有着长长的海岸线。夏天会有很多的音乐节，冬天就稍微比较安静一些，适合不想要那么拥挤，想要舒适一点生活、学英文的人。牛津是世界知名且拥有800年历史的大学古城，它距离伦敦坐火车车程约1个小时。走进牛津，映入眼帘的是各种高耸壮丽的老建筑，跟剑桥比起来，这边多了一点庄严的感觉。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开始认真读书了呢。剑桥其实跟牛津有点像，但是再稍微更安静一些些，观光客也稍微少一点。城市小到可以骑脚踏车趴趴走，而且在剑桥中间有一条河流的贯穿，到处都可以看到有人在划船。整体而言，多了一点优雅的气质，非常适合喜欢安静生活、自己读书的人。曼彻斯特，很多人称它为曼城，是英国北部最大的城市，生活费比伦敦来的便宜许多，但生活机能却也不会少。这里的交通方便，商场也多，也有很多亚洲超市，同时还有2座超大的足球场，整座城市都非常的有活力，音乐文化也非常的强，有很多 live house， 还有音乐节，适合想要省钱但又不想要太无聊的年轻人。利物浦距离曼彻斯特坐火车仅40分钟车程。这里是披头士的故乡，音乐文化也非常的强烈，同时也是一个港口的城市，整体的氛围比较 free 一点。这里的人情味浓厚，是很多学生还有年轻人会选择游学的地点哦。爱丁堡位于苏格兰，它是苏格兰的首都，同时也是英国最具古典气息的城市之一。整座城市都充满了老建筑的元素，例如说是城堡，还有石板路，走在路上就仿佛是穿梭在宫廷剧当中。而且还有一个传说，说爱丁堡是全世界上鬼最多的城市，流传在这边的故事多到数不清，非常适合有艺文气息、想要安静读书但偶尔热闹一下的人。但是在出发之前，你也可以先看一下自己最想去的知名景点大概分布在哪个位置，再去决定自己要去哪个游学城市哦。那说完了所有城市的特色之后，我们就来用最多学生会考量的因素去做选择吧。航班资讯，目前从台湾去英国只有伦敦是直飞的，坐飞机大概16个小时左右，而其他城市大多都要在其他国家或者是其他城市转机，或者是直接搭乘英国境内的国家铁路。生活消费，如果你生活消费是你的第一考量，那利物浦一定是你的首选哦。首先，英国的经济重镇大多都是在英国的南部，也就是伦敦的附近，而利物浦本身它的生活节奏就稍微比较慢一些，工作竞争力比较小，压力自然也会比较少。
费用也会比其他城市稍微便宜一些。那如果你还是想要去稍微比较城市一点的地方，第二个选择是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它是一个大学城，所以租金来说会相对比较高一点点。但是除了房租比利物浦贵一点点之外，其他的生活消费还是比其他的城市来的便宜许多哦。治安，当然治安一定也是许多学生第一优先考量。那如果是比较注重这个方面的学生，可以选择去牛津、剑桥或者是爱丁堡。这3个城市都有世界知名的顶尖大学，学生人口多且单纯，是治安考量的第一选择哦。但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无论是多安全的城市，都有可能会有危险的事情发生，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例如说，尽量不要在晚上8点之后单独在市区走动，人多的地方不要穿得太招摇，随时注意身边的人事物，才能确保游学的旅程平安顺利哦。交通便利性，其实交通便利性也是很多学生会考量的因素之一。但其实 Emily 在这边私心的认为，整个英国的交通都是非常便利的。英国的国家铁路遍布了整个英国领地，从南边的伦敦到北边的爱丁堡，坐火车只要4个小时的车程。每到一个周末都可以轻松拜访不同的城市哦。但是说到交通最方便的，当然还是伦敦。伦敦不只有国家铁路之外，在整个大伦敦地区还有他们自己的地铁 Underground， 公车系统也是超级的密集。除了自己城市内的交通系统之外，光是一个伦敦附近的机场就有6个。伦敦最厉害的就是它还有跨海铁路，搭乘欧洲之星都可以轻松抵达法国、比利时或者是荷兰。如果说要找到比伦敦交通更方便的城市，那可能是非常困难的哦。但是如果你有稍微一点点的预算上考量，城市内的交通便利即可的话，那第二个选择你可以选择曼彻斯特。曼彻斯特算是英国当地城市第2大规模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国铁站就有4个，而且同时它还是除了伦敦之外唯一一个在英国境内有自己电车系统的城市哦。但是其实其他的英国城市面积也不是非常的大，大多人只要搭公车还有脚踏车都可以轻松的通勤。整体来说，英国的交通是不用怕迷路的那种初学者等级哦。天气，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打破大家对英国天气很差的刻板印象了。其实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糟糕哦。像是布莱顿一年4季都非常的温和，因为是海边城市，所以吹得到海风，即使艳阳高照也不会觉得非常的热。所以以天气为考量的话，布莱顿绝对是首选哦。那除了布莱顿之外，剑桥跟爱丁堡也是不错的选择哦。整体天气偏干燥，不太会下雨，太阳大概1周露脸个4天左右。但是比较需要多加注意的是，爱丁堡位于比较北部的地区，所以如果是怕冷的学生要多加注意哦。华人比例，那说到华人比例，一定也是很多学生会考量的，毕竟要在华人少的地方才能凸显学习英文的成效。但是在这边还是要跟学生提醒一下，华人整体比例占全球的20%，所以如果要找到一个完全没有华人的地方，几乎是不可能的哦。有些国家的小城市的确有可能完全没有华人，但同时这些地方相较于国际学生来说也会非常的不方便，像是完全没有中餐厅，或者是没有亚洲超市，这些因素可能都要多加考虑进去哦。在英国的城市里面，华人相对比较少的城市是利物浦、爱丁堡还有剑桥。那如果是想要华人少一点，但是又想要有亚洲超市或中餐厅的话，可以选择牛津、曼彻斯特或者是布莱顿。综合评估懒人包。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所有各个英国游学城市的介绍。以下我们整理了一个表格，整理出了所有学生最重视的航班资讯、生活消费、治安、交通便利性、天气还有华人比例。想要详细看的小伙伴，记得按暂停截图下来哦。那说了这么多，你还是选不出最后想要去的游学城市吗？没关系，欢迎到自助家游学网逛逛哦。留下资料，我们的顾问会跟你1对1的咨询，找出你最适合的游学城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